你是不是明明知道某件事很重要，也知道应该做、必须做，但就是不想做？一天天的刷着手机，玩着游戏，看着电视，消磨了大把时光，心里总想着从明天开始吧，可明天似乎永远也不会到来。挥之不去的拖延成为了每天懒惰的循环。你知道吗？实际上，拖延并不是源自于你的懒惰，也不是时间管理和自律问题。拖延症虽然听上去像是一个疾病的名字，但它并不是精神或心理学中的疾病，更多的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心态和行为模式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拖延症。拖延症通常是指人们推迟或逃避本来重要的事，导致任务迟迟没能开始或完成的现象，是我们对于任务的焦虑、恐惧、完美主义倾向或是不喜欢所引起的。拖延症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自己真的就是天生懒惰吗？其实这是我们大脑的本能。我们的大脑中分别有一个理性和感性的自己。当那些任务显得过于庞大和艰巨，或是自己不喜欢，感性的自己就把理性的自己赶走了，我们的大脑就会本能地发出信号，咱们还是先做点轻松愉快的事情吧。大脑及时享乐的本能使我们的任务和计划迟迟无法开始。拖延症是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有，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。我们之所以会拖延，是因为这件事情是我们不愿意做的。你的理性可能告诉自己，我想做或需要做这个事情，但在你的骨子里是不喜欢，甚至是厌恶的。比如说，我们都想通过努力学习考出好成绩，但更幻想考神附体。我们都想事业成功，但我们更渴望的是一夜暴富。我们的大脑本能的都想跳过那个痛苦的过程。我们都有梦想，但是对于要经过痛苦和付出才能实现的梦想，我们在内心是排斥的。我们作为动物的本能，吃喝玩乐，享受当下才是我们喜欢做的事。人类在本质上和其他动物一样，追求的是低级欲望，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动物的本能。不知道我们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高级的追求、复杂的追求，脱离了低级欲望，不再符合动物本性，这又和我们的本能相抵触。比如你想存钱，但一想到要大幅削减所有开支，就觉得压力山大，难以承受。又或者你想拥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可每天坚持跑步，这个念头就足以让人感到精疲力尽。这并不是因为你不在乎这些目标，而是我们的大脑天生就被设定为趋利避害，它总是倾向于避免痛苦，追求舒适。所以拖延是普遍存在的，没有人真正愿意辛苦付出，经历痛苦。拖延症根本就是人类的本性。克服拖延症是低级欲望向高级趣味发起的挑战。虽然克服拖延症是一个困难模式，但是一旦成功，就将彻底改变你的人生，一路开挂，通关无阻，成为高级趣味的人。那我们该如何摆脱拖延症呢？接下来的内容非常重要，千万不要等到明天有时间的时候再看。以下是分析总结的拖延症5大原因和解法。1. 完美主义。追求完美是拖延症最常见的原因之一。很多人对任务要求过高，开始之前要制定详尽的计划和准备，因没有完美正确的方法而选择了不开始。如果你现在这样的僵局，不妨就选择直接开始，看似大胆鲁莽，但真的很有效。你只需要迈出第一步，这台任务的机器就会开始运转。在心里倒数5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马上行动，不要再有任何的想法，只要你真的开始行动。2. 害怕失败。很多人拖延的原因是恐惧失败，它可能是源自于过去失败的阴影，或是对自己的不自信。你要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，只是没有尝试去做。就算在后面遇到了问题，你还可以找老师学习，请教朋友，上网自学，用行动去解决问题。随着问题的解决，
你的能力会变得越来越强，也会越来越自信。3、缺少动机。有些时候我们拖延是感觉这个任务价值不够高，或是感觉没多大意义，好像做也可以，不做也行，似乎不是多么的重要，往往出现在隐性拖延的情况下。任务没有一个明确的日期，但你又不想放弃，认为这个事情是自己应该去做的，那就给这个事情设定一个目标和期限。比如你想学习一门外语，那就设定1年背会3000个单词的目标，每天用3个小时背会34个单词，并公布你的计划，以获取别人的帮助和监督。还有就是要设定一个开始的最后日期，要让自己明白，到了最后时刻就真的是不能再拖了，也可以说是用拖延去战胜拖延。4、感觉任务太困难。宏大的任务往往让人望而生畏，感觉到很大的压力，从而拖延。我们可以分解任务，化整为零，拆解成一个个小到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完成的步骤。没有人能一步就跳到山顶，对吧？我们都是先迈出一步，然后再迈出下一步。对待你的目标也应如此，每一次微小的胜利都会累积起来，最终引领你到达顶峰。再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想学习一项新技能，比如弹吉他，别期望一天就能学会弹奏一整首复杂的曲子。今天的任务可以是只练习一个和弦，日积月累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努力终将汇聚成令人瞩目的成果。5、及时享乐的诱惑。前面说过，我们的大脑本能追求及时享乐，很多时候我们的动力被享乐打败。比起做费脑费心又辛苦的事，不如滑手机、玩游戏、看电视来的轻松又愉悦。我们就需要创造一个专注和高效的环境，比如把分心的物品放到你看不到的地方，也可以选择到图书馆的自习室去读书。再比如，如果你想养成晨跑的习惯，不妨在前一天晚上就把运动鞋放在床边最显眼的位置，这样当你第二天醒来看到它们，开始锻炼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简单动作。最后的最后，从看完这个视频的下一秒开始，就让我们下定决心行动起来，并坚持下去吧。最终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。